晚上好啊！今天给大家介绍几个最危险的工作。我们通常认为一个工作越危险，它就应该越赚钱，但是今天讲的刚好相反。第一个，大部分人经常都会看到，但是很多人没有想过它会死人的，不是警察，不是消防员，是冷气佬，装空调的。不久前有个冷气佬在这个地方跌了下去，这里是8楼啊。当时呢，这里是摔坏的空调，冷气佬没有带安全绳，一动不动的躺在了这里。哎，又是谁的孩子，谁的丈夫，谁的爸爸，又一个家庭崩溃了。楼上这个地方只剩下2个管子和一个空调支架，很明显就是装空调外机的时候掉下去的。你们看这个玻璃距离那个空调支架也有1.5米，那边完全看不到有可以站的地方，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爬过去的。以前我以为这样的地方都是用吊车吊上去的，但是现实中完全不是这样的。大部分的人为了赚钱，就靠着自己的身体把几十公斤的外机搬上去。那他们就不知道外机装在那边很危险？他们当然知道啊，可是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去。听到这里有一件事情就非常的奇怪，为什么他们不带安全绳呢？他们就真的不怕吗？在马来西亚我还真的是没有看过冷气佬带安全绳的。很多时候也不是说他们不想带，是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挂啊。如果要打孔，他们自己也不会。真的不要以为他们做久了这些就难不到他们，这些就没有危险。很多时候他们心里其实是没有数的，都是生活逼着他们去做。那么2个人一起弄，互相照应的，会不会就比较安全呢？错，2个人一起抬比1个人抬还更危险。以前大马就发生过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报纸上看不到的。当时有一台60几公斤的外机要装在3层楼外的店铺上面。60公斤是什么概念？就差不多是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就相当于要扛着一个人爬上去。这台机这么重，所以他们就2个人一起上，一左一右的，一个手抓着楼梯，一个手抓着外机往上爬。他们2个就配合到很好，顺利的到了3楼。就在他们准备把这个外机挂在墙架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因为距离不够，位置就没有对准，身体一歪，砰的一声，另外一个人连人带机的掉了下去，3层楼，加上60公斤的外机压在他身体，救护车都不用叫了。讲到这里，我的手都冒汗了。事情传开过后，大家才发现不是讲多一个人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工作环境本身就非常的危险，可是一个人扛着几十公斤的外机爬上去慢慢弄，就真的安全吗？做这个行业真的没有像我们视频看的那些那么专业，很多时候他们就真的是一个人背着外机和一个工具包就直接上去了的。如果是1、2层楼的排屋就还好，风没有这么大，勉强还算是安全。恐怖的是那些旧的公寓或者旧店铺，因为30年前的这些旧建筑物是没有设计冷气位的，就和刚开始的那个例子一样，连站的位置都没有，而且位置都是很刁钻的，要用很多很奇怪的方法去装这个外机。冷气佬每天都要站在摇摇晃晃的长梯上，晒着太阳，汗一直流进眼睛，手脚在发抖，风一吹身体就会晃一下，一手抱着外机，一手拧着螺丝，只要手一滑就没有第2次了，因为下面是马路。从上面掉下来的已经不知道死了几个了，可是很多关于这个的消息是没有上报纸的，所以就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么危险的工作，我们肯定认为他可以赚很多吧，可是他们的平均薪水只在3000到6000之间，真的还不如坐在办公室的。当然他们也有赚更多的，可是他们就去做那些没有人敢做的地方，就很像那些3层楼以上的旧楼，那些地方肯定是很拥挤或者很奇怪的，要不然就是那些连站的位置都没有的。反正就是那些超危险的地方就对了。冷气佬很多时候为了赚更多，他就赶时间，越赶时间就越不跟着这个安全指标来做。所以你看看你的空调吹出来的那阵风，可能是别人用命换来的。那么危险的外机为什么就不放在屋子里面呢？这个还真的有，在中国有一些人是把外机放在阳台，
用来吹他那些洗好的衣服，可是感觉就怪怪的。和冷气佬类似的工作还有很多，就像弄屋顶的、装太阳能的、擦玻璃的、工地的，可是他们都比冷气佬安全多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用每次徒手搬着几十公斤的重物爬上墙上去，而且他们大部分都有带这个安全绳的。所以冷气佬做工的时候，我还真的是不敢看的。这里还有一些工作会在更高的地方，也是没有安全措施的。可是这些工作应该是在亚洲才有的，就讲两个，一个是捡榴莲，一个是采臭豆。先讲榴莲，猫山王。猫山王大家应该都吃过，对不对？榴莲越来越便宜了啊。可是，在榴莲最贵的时候，那些榴莲员工的薪水会很高吗？不对，他们的薪水连2500都不到。为什么榴莲会危险呢？当然不是因为有刺，被刺到顶多就痛一下。榴莲可怕的地方就是它没有长眼睛，它在树上掉下来的时候，刚好有人在树下经过，如果运气不好，可能砰一声就爆头了。大家也没有戴安全帽的习惯，那么要怎么防止不被爆头呢？要怎么防止榴莲掉下来的时候不会摔坏这个榴莲呢？这么做也可以让榴莲树干可以支撑更多更大的榴莲而不会断，就是把榴莲一粒一粒的绑在树上。对，就是一粒一粒的绑，就有点像绑炸弹那样。绳子不可以绑太紧，又不可以绑太松。绑太紧，榴莲会被卡着发育不良；绑太松，又怕榴莲掉下来爆头。所以就说这个是不是像在绑炸弹？那么危险就没有其他方法绑了，还真的是有一个特定的工具来绑榴莲的。可是为了更快，为了效率更高，很多时候都是不用工具，都是徒手爬上去的。榴莲树你知道有多高吗？随便一棵都3-4层楼那么高，树干又脆，有时候被白蚂蚁吃了，或者树干受伤了，一踩就会断。所以爬榴莲树的人每一步其实都是在赌命。在泰国的金枕头还更夸张，他们为了出口，就趁这个榴莲还没有熟的时候，一粒一粒徒手的把榴莲割了后丢下去，然后下面那个人就接着。上面的危险，他摔下来摔死；下面的也危险，他接不住被榴莲砸死。一粒金枕头大概5公斤，从这个高度掉下来，如果砸到头，肯定爆头了。那么危险，为什么下面的人就不戴帽子呢？还真的是不可以，因为他们试过戴帽子，因为戴着帽子会挡着视线，看不清上面。戴了帽子后，反而更多的人被榴莲打伤，所以最后选择不戴。可是这些拿命去拼的员工，他们的薪水大概只在1500到2000之间，连冷气佬一半都不到。所以我们在吃猫山王的时候，想想看，这些人就不会觉得贵了。讲到猫山王 Musang King， 你们知道他的名字是怎样来的吗？以前我还以为是 Musang King， 就是果子狸王，因为 Musang 就是果子狸嘛。后来才发现其实不是，这个名字的由来其实是跟一个地方有关系的。因为最早发现这个榴莲的地方是在瓜木上，不是老挝。当时在瓜木上就培育出了一种很好吃的榴莲，叫 D197， 而 D197 是瓜木上最受欢迎的榴莲，所以就叫 Musang King， 猫山王。所以下次要知道啊 ，Musang King 除了老挝以外，瓜木上也有更原汁原味的猫山王。不过话说回来，还有一个比榴莲树更高，也是1年2个季节的，就是臭豆。臭豆这个东西大补啊，炒388一流。可是你们知道这个臭豆是怎么来的吗？臭豆树比榴莲树还要高啊，7-8层楼高啊。可是我们从来就没有听过别人讲采臭豆而受伤的事故，因为都是直接死了。采臭豆的人都是徒手从下面爬上去，没有任何安全措施。为什么危险我就不多讲了，自己看。
爬上去一次大概可以采300条臭豆左右。如果是自己的树，大概可以卖100到150之间。如果不是自己的树，只是帮忙采集，一棵树大概可以赚50块钱。50块钱在马来西亚可以买什么啊？2杯奶茶。空中的职业就讲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讲水里的。有个职业叫徒手潜水捕鱼，不是潜水艇啊，也不是几十个人坐船出去玩那些，是徒手潜水捕鱼。虽然听起来很浪漫，海底世界这么美，在水里游泳欣赏海景很爽吧？可是现实很残酷，他们没有氧气筒，没有潜水衣，没有安全绳，就只有一支鱼枪。他们在浅海区深吸一口气就直接下水去，然后几分钟过后才上来换气。他们通常都是自己一个人进海去捕鱼，没有同伴，出事了也没有人会知道。在水下会遇到什么危险呢？缺氧、抽筋、被渔网缠着、被绳子卡着。但是最危险的其实不是这些，而是鱼。当然不是被鲨鱼咬，浅海区没有大鲨鱼的。是因为每当他们看到大鱼的时候，就会选择射击。如果没有打中就还好，如果打中那就危险了。因为那条大鱼会拼命的挣扎，会拉着那个线在水里面乱窜。很多的鱼在水里的力气是体重的5到10倍。如果不幸运打中了一条10公斤的大鱼，在水里你根本是拉不住它的。你以为是你在捕鱼，其实很可能是鱼在拖着你。被鱼拖来拖去，撞到岩石，卡到珊瑚，又或者被鱼线缠着身体。本来就没有氧气罐的，要是不幸运被卡着上不来换去，那么就只能慢慢的挣扎，慢慢的沉下去，留在大海里面了。既然这么危险，为什么不带氧气罐呢？主要是买不起，用不起。捕鱼的人运气好，一次可能就赚个100-200。如果运气不好，可能就赚个几十块；如果运气再不好，可能就被鱼给吃掉了。除了海的以外，大马人也有在湖里面拉网来抓鱼的，就是专门抓罗非鱼来卖的。罗非鱼就是我们所讲的非洲鱼，菜市场上有很多的黑非洲，但是你们一定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他们一般都会去那些非法进入的湖，因为那里鱼多。为了不让人发现，他们一般都是在天黑的时候才去的，也不带灯，就摸黑的在森林里面走，非常的刺激。这些路上会有什么呢？有蛇，有山猪，还有很多很多的蚊子。可是我觉得最刺激的还是在水下面拉网的时候。你们知道湖里面除了有非洲鱼以外，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会陪它一起游泳的吗？有水蛭、蛇、四脚蛇，还有一些你不想知道的东西。他们下湖拉网的时候，脚那边经常就会有东西撞它，一般上都只是鱼，也希望是鱼吧。如果不是鱼就很恐怖了。而且夜晚水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冷，冷就容易抽筋。如果抽筋，又或者是被打结的网缠着身体，再厉害游泳都没有用，失踪了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那么抓非洲鱼可以赚多少呢？一个晚上大概可以抓100公斤左右。如果2个人去，每个人就可以分到50块左右。要是下雨天就比较好，因为下雨天湖的水位就比较高，鱼就会缺氧，比较容易抓。可是下雨天水位高，水更冷，更危险。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讲几个陆地的。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在马来西亚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是靠打猎为生的。有些人就会去抓那些非法的动物来卖，这里我就不多讲了，我们讲合法的就好。合法的就有四脚蛇、蛇、野鸡、野猪、甲鱼、田鸡等等。很多的名牌包包其实都是用四脚蛇皮或者蛇皮来做的。蟒蛇皮最贵，四脚蛇皮排第2。一个名牌的蛇皮包价格可以卖到几万块以上。可是你们知道抓蛇的人一只可以卖多少钱吗？几十块，几千倍的价格啊！他冒着被蚊子咬、被猛兽追、被蛇咬的风险，运气好一晚可以赚个几十块。而这个蛇皮做成的包几万块，中间这个差价去了哪里就不知道。
反正就不在那个猎人手上。这个每天去抓蛇的人，他1个月下来可以赚多少钱呢？大概在1500马币左右吧。野猪呢，这几年森林就有发生猪瘟，大批的野猪都死了，所以最近就比较少看到。主流方式就是用散弹枪来射的，一般都是2、3个人一组，天黑的时候就去那些野猪出现的丛林里面埋伏。他们被山猪咬死的也有，可是发生比较多事故的都是因为枪吧。有时候他们会进去一些非法的区域打山猪，结果打错，打到自己人，或者打到那些半夜在森林的陌生人。那么打山猪可以赚多少钱啊？可能大家不知道，山猪的价钱是非常的低的，批发价1公斤不到4块。那么如果他们运气好，1个晚上可以打5、6只猪，扣除子弹、车油和所有的成本过后，每个人大概可以分到150块。最后再讲一个在深山野林里面干活，可是他们收入就比较高一点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砍树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工作。根据数据，伐木工的死亡率是1/1000，什么意思呢？就是每1000个伐木工里面，每年都会死1个人。伐木工为什么这么危险呢？因为砍树的时候，树往哪个方向倒，会砸到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倒都是不确定的。有的时候树倒在地下砸到别的树，一下子弹起一个木头或者什么东西飞过来，都会把人给砸死的。当然，他们用的这些电锯本身也非常的危险。伐木工很多都是在深山野林里面的，因此他们受伤了，救护车都进不去。要是在其他国家，伐木工的工作就还算是不错。可是，在马来西亚呢，月薪就在2200到3500之间。也有一些是自己一个人去借活的，砍一棵树大概在500到1000之间，可能3、4天左右就可以砍完。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如果这些工作给你选一个的话，你要选哪一个啊？冷气牢、绑榴莲、采臭豆、潜水射鱼、拉网抓罗非鱼，还是要抓蛇打山猪啊？今天讲了这么多，口都渴了，等下还是要去买杯奶茶喝喝压惊。如果你们有朋友做这些职业的，可以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他，问看看我讲的对不对。如果还有其他我没有讲到的危险职业，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拜拜，我们下期见。